他们对于外形、香味、口味，乃至是含水量都有一定的要求，而且比我们这边的标准啊要细致的多了。我们这边的标准都是几十年前定的。厂长，你要是愿意，如果茶厂能够达到外商的标准，或许可以加入知春的销售渠道。我们也需要优质的、稳定的来源，满足订单。毕竟我那一片茶山供应量肯定有限啊。如果你们能达到标准，那不如我们一起合作。你愿意和我们合作？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把东山村的茶卖得更好、更远，茶农也能受益，有什么不好的？芽头饱满，色泽翠绿，茶氨酸含量肯定少不了。不过，这片荒山的土壤偏酸性，你之前跟我说的施加有机肥的法子得抓紧了，不然后期肯定会影响到香气的沉淀。放心吧，过2天就让我哥带几个村民把农家肥马上运上来。太好了，哥，这是妈临走前给我的，咱们叶家祖传的制茶秘本都在这儿了。现在要那个还有什么用？供应商把价格压得这么低，所以我们不能只指望着茶厂啊。村里有个集体荒山，我想承包下来。什么荒山？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想一说是一说？哎，我算过了，荒山向阳，土质合适，再按照咱们的秘本自己做茶，路子才宽。宽什么宽？那是集体的山，政策说变就变，确保无归。现在的政策就是鼓励承包。哥，你到底有没有看报纸啊？现在外面天都变了。报纸能当饭吃吗？人家那是白纸黑字的写，我们呢，那真金白银往里砸，风险太大了。可是你守着老路子，今年他压你1毛，明年压你5分，我们还要不要活了？你再看看村里，那也比你瞎折腾强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好好找个婆家才是正理。我的正理就是要把咱妈的手艺发扬光大，不是假人。你是要气死我们吗？你让村里人怎么看？说我们叶家没有男人，让一个女孩子整天抛头露面。可是我靠自己的手艺赚钱，堂堂正正。时代变了，女人的路子不止一条。知春呐，你的想法我们都知道，可是这承包荒山不是件小事儿啊。主任，我能，叶家的手艺还有做茶的本领我都学会了。手艺是手艺，经营是经营，你手艺再好，怕卖不出去，那不完蛋吗？那我才更要自己做啊！茶厂压价，现在大家伙一年到头辛苦下来，才剩几个钱啊？赵厂长，您最清楚了，是笑话重要，还是大家伙的钱包重要？政策允许，我能干，为什么不行啊？这理是这么问，但还是要有个担保嘛。啊，万一要是失败了，这集体资产……我立军令状，承包费按现在茶厂收购价的基数算，3年。3年？对，这3年我每年上交承包款，比现在茶厂的收购价翻1倍。如果我达不到的话，就自动退出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那是什么数吗？我算过，我知道，我能立就能担。好，就冲你这股劲儿和你的保证，这承包的事儿啊，总会应了。哼！我就要看你这个女娃娃能在这个泥地里搬几天。这底下全是石头，你刨不开的。那我就慢慢跑，总能跑开的。慢慢跑，等你跑开了，节气都过了。家里还有余钱。什么？妈留下的，我没动。你要是买草苗和肥料，用得着。哥，你不拦我了？你不拦我了？难？我拿什么难？你脾气随妈，认准的事情9头牛都拿不回来。妈临走前拿着我的手说：“东城啊，你妹心气高，手巧，就是脾气犟。以后啊，你要多帮着拉点。我不想看你吃苦，我不想看见你被人戳脊梁骨。可你呢，偏偏要往这最难的路上走。钱在妈的那个樟木箱子底，用红布包着。哥，谢谢你。
哭什么呀？赶紧干活吧，天黑前我们要把这块清出来。知春，知春呐，快来贵客！这位啊是顾清明同志，省里的茶叶专家，这里啊专门请来指导咱们生产的。顾专家您好。你这是在视察啊，来，顾专家，您尝尝，这是知春按他们家的老法子做的，新鲜着呢。火候有些过了，杀青时间也没有掌握好，导致部分叶片周围有焦糊感。香味是出来了，但是缺少层次感，炒制手法衔接的也不够流畅。那个顾专家，知川这手艺是祖传的，这茶也挺好喝的嘛。传统经验固然有可取之处，但是缺乏专业性的指导，品质不稳定，很难规模化上档次。顾专家，您所谓的焦糊感是炒茶传统工艺当中的火候香，至于您说的层次不清，是我们东山村茶树特有的花果蜜复合香，书本当中的标准尝不出土里的滋味吧？你这是经验主义的顽固，科学改良可以提高效率与品控。我这些茶是给人喝的，又不是给仪器测量的。你们慢坐，我去看看灶火。哎，哟，知春同志，顾专家，哎，你叫我清明就行了。那天我说的话可能过于直接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您不必这样。不需要的，我专注于理论和实践，有的时候是会忽视实践者的感受和经验的精妙之处。你关于火攻香和当地品种香气的说法，我后来仔细想了想，是有道理的。其实你说的标准化和稳定也对，但是实践起来却很难。对，这就是症结。传统手艺依靠个人经验，比如火候，全凭炒茶师傅的手感和眼力。没错，像天气，还有采火的干湿，包括采茶的时间啊，都有影响。要留住味道，确实是最难的。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确定炒茶的标准。要是真有什么好方法就好了。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销路，茶厂都在压价，总不能把自己炒的茶都堆积在家里吧？你有没有想法去其他地方看看，比如上海？上海？对，大城市有专门的茶叶公司和高级商场，你的茶叶很有特色，或许能打开局面。哟，是知春妹子呀，跟专家聊什么呢？今后有好事可别忘了乡亲父老啊。钱广发，你有事儿？哎呀，听说你签了合同，这片茶园都是你包下来的，这茶都是你种的吗？你呀，胆子可不小啊。胆子大不大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手续都齐全，我也同意。你一个姑娘家，你知道包一个茶园需要投资多少钱，有多少烦心事儿？你以为就像你一样弄2把嫩头枝叶再炒2把茶这么简单吗？账我都算过，也吃得了苦，用不着您操心。我不是怕你吃亏吗？生意场上这个事儿啊，水可深着呢。一个女孩家抛头露面跟人打交道，还要算价格，我怕你上当受骗嘛。女人怎么了？女人就不能谈生意？我有手艺，怕吃什么亏上什么当？呸！这个年头有手艺有个屁用！销路、人脉、渠道，你以为上海就是这么好去的吗？哼！这位同志，请你说话客气些。知春同志的努力和勤奋是值得肯定的。哼，好，行，我把话撂在这儿。你们这生意啊，
尝不了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如果你撑不下去，你可以来找我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接个手呢。顾清明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上海华贸进出口公司的贸易单，还有定金的复印件。对啊，上次你不是说让我去上海找找销路吗？我就尝试着联系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成了。他们对你提供的茶样评价很高啊，虽然首批订货量并不高，但是价格公道，比茶厂的收购价高出一大截啊。这还只是开始，如果合作顺利的话，后面还会有很多订单。顾专家，真的谢谢你。是你的茶好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子春呐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，哥？你坐下慢慢说。哎呀，村主任现在让你立刻去村委会，说有人告你。告了？告什么？说他投机倒把，扰乱市场，还跟外国人私下勾结，搞资本主义那一套。什么投机倒把？堂堂正正和进出口公司合作，都是正规渠道。我就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瞎折腾干什么？你看看现在好了吧？钱广发那些人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你是茶贩子，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。我不是茶贩子，我都是有承包合同的，我凭本事和正规公司合作。你懂什么？这世道人言可畏，他们说你是，你就是，别到时候茶园保不住了，还要被抓当典型。叶大哥，先别急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诬告和正当经营是两回事。哎呀，顾专家，您不了解我们这儿，有些话能说不能做，有些事儿啊能做他不能说。你看看他这么高调，能不招人眼红吗？我高调，我还不是想把茶叶卖个好价钱，让父老乡亲们多赚一点。我做错什么啦？我看你就是太天真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看看，现在惹祸上身了吧？叶大哥，现在不是争论对错的时候。这样，我们先去村委会弄清楚事实的真相。顾专家说的对，哥，你就在家待着吧。如果说我没错的话，谁也别想冤枉我。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岔子，我也不想连累你。顾专家，您能陪我去一趟村委会吗？因为政策上的事儿，我怕说不清楚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哟，主任，你看看，就是他，目无集体，还私自跟外面勾连。钱广发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谁目无集体了？你不弄茶山，不把茶叶给茶厂，还偷偷摸摸的找销路，你这不是扰乱市场是什么？我签的是正规承包合同，自负盈亏。茶叶是我自己种的，自己炒的，怎么卖我说了算。你这个是投机倒把，跟外国人做生意，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老路呀！同志，你说的可不准确。哟，你一个外来技术人，你懂个屁呀！哎，广发，人家顾专家是镇里专门请来的，你说话注意点。不要紧，我懂政策。中央今年刚下发的1号红头文件中明确指出，要发展农村商品生产。确实是有这么个文件。所以叶之春同志不是投机倒把，是典型的响应号召。那也不能不顾及茶厂啊，这就是在拆茶厂的台呀。市场经济讲究公平公正、优质优价，茶厂想要发展，就必须改进自身。广发，顾专家说的在理吧？我看知春的做法没有问题。哎呀，主任，你可不能偏听偏信呀！够了，没有真凭实据的帽子不能乱扣。你想回去吧。哼，知春呐，你这丫头可真能折腾，这销路真有那么好？
主任，这是上海华贸进出口公司的合同意向书，还有定金凭证。这价格真比茶厂高这么多？千真万确，这只是首批订单，如果能稳定合作的话，以后的单量只会更多。这可是大好事啊！可是厂内那边，我明白您的顾虑，不管是赵厂长还是茶厂，都对村里有贡献，我们不能只看面子不看里子啊。茶厂的问题在于机制僵化，如果能够改革，依然是有出路的。但是不能让全村人守着旧摊子受穷啊！乡亲们的钱包更重要。理是这么个理啊，你这样是把路趟到前头去了。主任，我不是只顾自己，如果这条路走通了，咱们的好茶就能卖上好价钱，那么大家的日子也会过得更宽裕一些。这件事儿，我跟其他干部通过气儿了。谢谢主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和乡亲们失望的。赵厂长，你在忙什么呀？老爸呀，怎么了？来，先抽烟。我今天来呀，是想给你提个醒儿。最近啊，村子里风向可能有变。什么风向？你说清楚。志深那个丫头片子，不知道用什么法子，在上海摊上了个大公司。上海公司？可不是嘛，听说给的价格还挺高，比我们厂里的报价还要高出一大截呢。就此理！您说他是不是过河拆桥啊？这些年茶厂是压了价，可是我也没少照顾乡亲啊。那些年行情不好，那些茶叶也是我们咬着牙往里收啊。厂长，我们都知道你很仗义，可现在茶厂出现了困难，自己周转不灵，我一个人孤苦一掷，可打倒好。要我说呀，这就是典型的只照顾自己，不照顾集体。我以为我们现在共度时间，结果村子里找了另外的路子，忘了我。村子找了另一条路，忘了我。厂长，志春这个丫头片子在捣的鼓，这次你可不能轻易饶过她呀！你走吧，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哼，好吧，你慢慢看。我呀，先走了。哼。月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老赵，你怎么来了？叶志轩和公司合作的事情，村里人都知道了，是我们茶厂不知道。这事儿啊，还没来得及和你通气呢。通气？你打算什么时候通气？等他把所有好茶都收了再后通气吧。你冷静一点啊，听我给你解释。你说什么？你平心说，茶厂这些年对村里怎么样？茶厂这些年对乡亲们，我们都记着呢。可是眼下的这个情况还有点特殊嘛。特殊？我们厂里仓库都压满了，自己连交代了，我们不特殊。我认真想着办法，村里在背后捅我刀了。哎呀，你冷静一点吧！啊，知春这条路也是给乡亲们多一个选择嘛。这是把我们茶厂上往死路上逼呀！老赵，这时代变了，茶厂要活呀，就得变，就得改革。包袱机制死，你让我怎么改？我现在需要的是支持啊！
不是在背后捅刀子。那你没有捅刀子，但也不能为了你们茶厂拦着不让乡亲们有个好出路吧？行，你没有办法，那我去找叶之春，我问他到底想干嘛。赵厂长，就是想问问你想干嘛？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你不明白？告诉你，你和上海那些公司合作，高价收茶，把我们这些好货源都抢走了。你这是要拆我们茶厂的台。赵厂长，您先别急，有事慢慢说。顾专家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就是想问问他，眼里还有没有集体？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茶厂有多难，有多少货被积压着？我知道你有难处，可这也不是茶农的错呀。你们压价有考虑过我们的难处吗？你以为我想压价？工厂里面几十个工人要养，维持周转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以为我想压价？工厂里面几十个工人要养，维持周转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明白你的难处，可是时代变了，计划外的路子我们总得闯一闯。赵厂长，其实问题不在于叶之春同志找到了新销路，那在于什么？在于茶厂自身。机制僵化，产品单一，工艺陈旧，市场竞争力自然而然就弱嘛。我也知道，可我从哪下手？我怎么改呀？我和知春已经在研究了，如何将传统炒制工艺的关键性数据标准化。标准化？对，用科学仪器辅助记录，控制杀青时间，拖碾力度，减少人工经验的影响。哦，这样既能保证传统风味的特点，又能让品质更稳定，适合批量生产啊。可是我们厂内的机器老成这样了，可以先从部分试点开始改造啊，减少工艺，重要的是产品思路的改变。思路，产品思路，对，你看啊，像知春这样的特色茶就是方向，不能只做大众通货，可以分级开发高档礼品茶，这样就能拓宽市场。你这茶，上海人什么要求？他们对于外形、香味、口味，乃至是含水量都有一定的要求，而且比我们这边的标准啊要细致的多了。我们这边的标准都是几十年前定的。厂长，你要是愿意，如果茶厂能够达到外商的标准，或许可以加入知春的销售渠道。我们也需要优质的、稳定的来源，满足订单。毕竟我那一片茶山供应量肯定有限啊。如果你们能达到标准，那不如我们一起合作。你愿意和我们合作？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把东山村的茶卖得更好、更远，茶农也能受益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得回去再好好想想。赵厂长，改革需要迈出第一步啊！哥，您尝尝。不错，你现在的手艺啊越来越精进了。哥，我知道你之前担心，觉得我莽撞不踏实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挑这么多担子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我明白，可是我有妈留下的手艺啊，而且呢还有顾清明帮我，还有上海公司的信任。哎，你找的那个专家靠谱吗？还有上海这么远，万一……哥，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你如果一直守着烂摊子，咱们只能过紧巴巴的日子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哎呀，这些天啊，村民都夸你有本事。你不怪我抛头露面啊？哎呀，我怪你能有什么用？就你这脾气，9头牛都拿不回来。哥，有你在我背后，我心里才踏实。志春，叶大哥，清明，你怎么来了？出事了。刘广发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放火烧了我们的山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这火也不是我烧的呀，你有证据吗？有人昨天晚上看见你在那片山脚下转悠，火点就在那边附近。广发，镇上派人调查了，现场有你的脚印，还有你留下的烟头。这也不能代表是我放的火呀，
有可能是别人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片茶山是我和乡亲们亲手一株一株种出来的，那是大家的心血。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争强好胜、处处出头的那种做派。就因为这个，凭什么大家都是种茶的，就你一个丫头片子可以攀上大公司，还能挣大钱？所以你就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蠢办法。好，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说心，我就是让你知道，在这东山村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够了！你这不是争口气，你这是犯罪，是破坏集体财产。主任，我派出所的同志已经在外面了，你的事自己跟公安同志交代清楚吧，好自为之。怎么办呢？顾清明，这些外商合同都已经签了，定金也已经交了，先别急，想想办法。眼看就要开春了，这制茶需要时间，采茶也需要时间，我那片茶园怕是缓不过来了。第一批交付时间卡得紧，如果交不上来，不光要赔钱，信誉也毁了。问问乡里乡亲呢，也许他们还有去年没卖出来的存货。我问过了，去年的品质好的早就订完了。那今年的呢？我们全都预定了。今年的新茶有一大批早就跟我订合同了，剩下的也有一大部分都和厂里签订了收购意向，赵厂长那边也等着你下锅呢。这么说，货源几乎已经全部被锁定了。这么说，我们的货源几乎全被垄断了。山上的茶就那么多，好的山头也就那些。也许我们该去找赵厂长再谈谈了。找他？茶厂也缺资金，仓库里堆着货，我们现在急需的是符合外贸条件的现货。赵厂长或许能转让一部新的货源给我们。他们愿意吗？再难也得试试。我们现在都很难，也许合作才是出路。你说的对，再难也得试试。主任，赵厂长。哎呀，来坐。老赵啊，今天这个知春和顾专家过来啊，是为了跟你聊聊再合作的事情啊。合作，厂里都揭不开锅了，1分钱都没了，谈什么合作？赵厂长，正是因为大家都难，才应该坐下来，好好想想怎么办。你之前提起过茶厂仓库积压，资金困难，我们现在急需一批符合贸易出口的现货来完成订单，这其实就是可以对接的缺口。我知道你们茶园被烧了，可是茶厂订的新茶的订单要是转让给你们，这就相当于扼住了我们茶厂的咽喉。不是转让，是合作。您出原料和场地，我们出标准管理，产品通过我们的渠道来销售。利润怎么分啊？利润怎么分啊？您说。3，茶厂7。3成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从采青到炒制的整个过程必须由我亲自或者说我指定的人去牵头，我得保证每一批茶得符合外商的标准。我们厂里的老师傅都是几十年的老手了，让他听你一个小丫头可能……哎，赵啊，这不是听谁的，我们都是为了把茶做好，对不对？知春呐有技术，老师傅有经验，大家结合起来吧。啊，赵厂长，统一合作标准是基础，否则产量出现问题，订单随时可能会被取消的。统一合作标准是基础，否则产量出现问题，订单随时可能会被取消的。行，管理权可以给你牵头，可是厂里那几十个老师傅，你们不能中途撇下。好，那这第2个条件呢，就是茶厂现在的设备得更新，
现在的设备无论是温度还是转速都达不到标准，没有办法做出好茶。不可能啊！厂里现在1分钱都没了，这……钱我来想办法。你来？我可以去申请贷款，专项用于茶厂的设备更新。你个人给公家厂贷款买设备，这合规矩吗？赵厂长，现在政策呢是支持多种模式的合作方式，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技术入股，或者是联营合资，在改革方向上面呢是允许的。来，老赵啊，看看这个，镇上刚下达的，鼓励这个国有企业和个体户还有集体承包户搞这个横向联合，引进资金和技术嘛。那这贷款算谁的，设备又算谁的呢？贷款算谁的，设备又算谁的呢？贷款是我申请的，我来还。设备的话可以作为我投资，这也不会影响你茶厂的国有性质。如果说你不放心的话，咱们可以签个合同，来说明这个设备的使用权和所有权。主任，你看这老赵啊，这个茶厂要活呢，得变。知春有这个心，也有这个技术，还有政策支持，我看呢，可以是。行，那我们就合作。太好了，赵厂长，我们一起把东山的茶做好。丫头啊，可别让我和厂里几十号的工人失望。终于都定下来了。是啊，合同签了，申请的贷款也下来了，茶厂的改造方案我今晚就能定好。前几个月还和我哥因为包下荒山吵得不可开交，现在我都可以和茶厂合作了。是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，从承包荒山，再到找到销路，最后到现在的合作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还有你，还有赵厂长、村干部，还有我哥。接下来春茶会更关键，新设备到位，新标准推行，都需要时间的磨合。我倒是不担心，有你在技术上把关，还有茶厂老师傅们的手艺，我有信心。等这批合作茶成功出口，东山的茶就是一张最好的名片。东山的茶就是一张最好的名片。到时候我的知春茶社也可以建起来了。知晓春天的味道，好名字也是好寓意。清明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。是你自己能力足够强，我没有做什么的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快看啊，2年后这片茶山一定会更美。